大家好，这是可以让你在开车、做家事以及睡前需要声音陪伴你的鬼故事。那故事开始了。今晚谁会陪你熬到天亮？这是一位住在神奈川县的一位20多岁女性上班族 K 小姐，曾经历过一段让人难以相信只是巧合的恐怖经历。那件事的开端要追溯到我还在读高中时，当时和我交往的男朋友 M 背着我和别人来往，而这一切就是整件事的开始。对那时的我来说， M 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认真交往的男生，所以当我知道他背叛我的那一刻，我的心情就像世界末日降临一样，整个人彻底跌入人生的谷底。那种强烈而深沉的悲伤随着时间慢慢转变成了怨恨。我开始想着无论如何都要让他付出一点代价，于是我在网络上搜寻诅咒别人的方法，搜寻结果多得惊人，各种所谓的诅咒方式层出不穷。我从中挑了一个看起来最有可能奏效的方法，然后照着做了。至于具体的做法我就不细说了，不过最后完成的诅咒物是一个鲜红色的信封，里面放着一张写满诅咒话语的纸。依照网络文章的指示，我把那个诅咒信封一直带在身上，几乎片刻不离。可是过了很久，他既没有生病，也没有受伤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。我当时非常失望，说到底，那也只是从网络上查来毫无根据的方法罢了，果然不可能有效吧。虽然心里仍然残留着一点郁闷，但随着时间慢慢过去，当初那股熊熊燃烧的怨恨也一点一点地淡了下来。渐渐的，我甚至觉得自己当时的行为有些可笑。于是，那个诅咒信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被我随手丢进书桌抽屉里，再也没有去管它。慢慢的，也就被遗忘了。就这样，将近过了10年。某一天，我已经大学毕业，成为社会人第4年。那时的我终于下定决心离开老家，开始一个人生活。为了搬家，我开始整理各种东西，一边清理一边收拾房间。就在整理书桌抽屉深处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个鲜红色的信封，那正是当年我做的那个诅咒信封。哇，对了，我以前好像真的做过这种东西，好怀念啊。我一边沉浸在回忆里，一边想着干脆把它处理掉。不过毕竟是那样的东西，总觉得直接丢进垃圾桶有点不太舒服。于是我把它拿到厨房，直接烧掉了。当时我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：“M， 我已经原谅你了。”这样一来，诅咒也算解开了吧。我一边用手指轻轻拨弄着逐渐化成灰烬的诅咒信封，一边看着它慢慢燃尽。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自己那段停滞许久的青春终于翻过了一页，心里竟然有种久违的轻松与清爽。隔天来帮我搬家的是我高中时的同学 S， 因为是第一次一个人生活，要带走的东西其实不算多。搬家公司的人大概只花了30分钟左右就把所有行李搬进新家了。接下来只剩下在这间空荡荡的新住所里慢慢拆箱整理。我是一个没有电视和网络就几乎活不下去的人，所以才会特地请 S 来帮忙搬家，因为他对各种机器设备的安装特别拿手。他动作利落地接好各种线路，3两下就把所有设备都安装完成。没过多久，我的新家就已经可以顺利上网，也能看电视了。S， 你也太厉害了吧，真的谢谢你。电视打开后，画面首先出现的是傍晚的新闻节目。我一边整理着行李，一边漫不经心地听着电视里传来的声音。忽然间，我好像听到主播说出了我老家的地名。哎 ，S， 刚刚是不是说了神奈川县 F 市？我们2个一起看向电视画面，只见熟悉的住宅区背景中，一栋公寓正冒着猛烈的火柱燃烧着。就在这时，新闻画面切到受害者资讯。当画面显示出在那场火灾中唯一丧命的人时，我和 S 同时惊呼出声：“啊！”因为新闻上显示的死者姓名和照片，正是我高中时交往过的前男友 M。我原本以为自己已经原谅了他的，
可我真的把他诅咒死了吗？每当想到这件事，我的心里至今仍然充满着难以言说的愧疚。某县监察医藤原顺子，36岁，化名。监察医的工作是由各地方自治体的知事任命，负责进行行政解剖。所谓的行政解剖，是指当死因不明，但初步判断没有犯罪嫌疑时，为了查明真正死因而进行的解剖。而大家平常比较常听到的司法解剖，则是当案件存在犯罪可能性时，为了查明死因而进行的解剖，因此与行政解剖性质上略有不同。顺带一提，前者行政解剖是由监察医负责，而后者司法解剖则是由接受法院委托的大学法医学研究室来执行。监察医的主要工作多半是处理在医院之外过世的案例，例如有人在自家中过世时，警方会先接到通报，由检视官进行初步检视，之后再由监察医进行进一步的检查与判定，接着会制作遗体检验报告书和遗体检案书。如果能确认死因，遗体就会交还给家属，若仍无法确定死因，则会进入行政解剖的程序。某一天，我接到了一件行政解剖的委托。当我查看被送来的遗体资料时，发现死者是一名20出头、身材娇小的女性。根据调查报告记载，女性被发现时是在一间6点大小的西式房间里，床边摆着一张梳妆台，而她当时保持着正坐的姿势，头向右侧倾着，靠在梳妆台上，就那样过世了。现场没有任何人闯入或发生过争执的迹象。另外，在那张梳妆台的右侧，也就是那名女性脸部所朝向的方向，摆放着一封疑似遗书的信件，信上放着一颗拳头大小的石头，而石头上清楚地留下了她的指纹。除此之外，浴缸里还留下了一些被认为是这名女性的长发，旁边还有一把剃刀。我看完调查报告后，立刻去查看遗体。那名女性皮肤白皙，但她的头部已经被完全剃光，头皮上还能看到几处浅浅的割伤。然而最让我感到不对劲的是她那颗剃得干干净净的头上，整个头皮上竟然整齐地贴满了许多圆形的小东西，看起来像是直径约5毫米左右银色的小圆形贴纸。我其实有一点所谓的密集恐惧症，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东西时，心里不禁一惊。不过，身为专业人员，我还是强忍着不适，开始进行检验。首先，我很好奇那些头上的小点到底是什么。为了采样，我用篦子小心翼翼地碰了一下，结果发现那些并不是什么贴纸。仔细一看，那竟然全都是钉子的头。那些钉子深深嵌进头皮，从耳朵上方一路排列到头顶，在他剃光的头上整齐地排成一列。这样也判定没有犯罪嫌疑，这不是应该做司法解剖吗？看到这样异常的情景，我心里忍不住这么想。但既然已经开始了，也不可能半途放弃。我立刻安排进行 X 光检查，结果显示有数十根长约5到6公分的钉子深深刺进他的头部。后来统计确认，他的头上一共被刺入了81根钉子，而且每一根都已经深入到脑部。进一步检查后还发现，在每一根钉子下方的皮肤都出现了皮下出血的痕迹。这种现象在法医学上被称为生活反应，也就是说，直到第81根钉子被敲进去的那一刻，他始终都还活着。接下来的内容是我根据警方的调查资料，再结合检验结果所整理出的推测，其中也包含了一部分我自己的推断。他首先在梳妆台前写下遗书，之后走进浴室，接着他在浴缸里用剃刀把自己原本很长的头发全部剃得干干净净。头部那些浅浅的割伤很可能就是在那时候留下的。当他把头发完全剃光后，又回到房间，在梳妆台前端正地跪坐下来，然后开始进行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仪式。
从出血状况以及头骨裂痕的形态来推测，他当时左手拿着钉子，右手握着那颗拳头大小的石头，先把第一根钉子敲进自己的前额中央，那种痛楚恐怕是难以想象的。一般人光是到那一步，就算当场昏过去也一点都不奇怪。但他的仪式并没有因此停止。接着，他从第一根钉子往左大约2公分的位置敲入第2根，再往左2公分敲入第3根。就这样，以等距的间隔，沿着自己的头部一圈一圈地敲进钉子。他必须承受难以想象的剧痛，不，应该说，普通人根本不可能忍受那样的痛苦。检查结果显示，他体内没有任何麻醉药或药物反应，因此，也许对他而言，那样的痛楚反而成了某种他能够承受，甚至沉浸其中的感觉。当第1圈完成后，他先用手确认那些整齐排列的钉子位置，然后在稍微往上的位置开始敲入第2圈的钉子。第2圈完成后，他又再往上敲入第3圈。第3圈结束后是第4圈、第5圈。这场令人战栗的仪式最终持续到了第6圈。他一边看着梳妆台的镜子，一边调整位置，最后瞄准自己的头顶，敲入最后1根钉子。就在那之后，他整个人向前倒在梳妆台上，脸朝下扶着，右手把那颗石头轻轻放在眼前的遗书上，然后静静地停止了呼吸。这样的死法真的有可能吗？而且还有一个地方始终让我非常在意，在警方的调查报告中，确实记载了遗书、石头以及被剃下来的头发等物品，但整份调书里却没有任何一处提到房间里有掉落的钉子，而插在他头上的钉子一共是81根。难道他一开始就准备好了刚好81根钉子，然后才开始那场可怕的仪式吗？这一点，如今已经没有人能够知道答案了。在日本，近几年自我结束生命的人数虽然呈现下降趋势，但即使如此，每年仍然有2万人以上亲手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，而其中的大多数案例既不会被媒体报道，也不会被太多人知晓。它们只是静静地发生，又静静地消失，成为一场无声而空虚的离去。在这些事件之中，偶尔也会出现像这次这样，即使用医学与常识都难以理解的案例。